接受男神表白的第二天，我穿越到了10年后。一睁眼，一个葡萄眼小孩怯生生地叫我妈妈。随后我在积满灰尘的杂物间找到了结婚照，没想到照片上的新郎居然不是男神，而是他。一觉醒来，我穿越到了10年后，躺在了一张陌生的床上。就在我一脸懵逼不知所措时，突然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门外窜了进来。我立刻原地卧倒，装作还没有醒的样子。脚步声慢慢靠近，随后一只柔软的小手搭在了我的额头上，稚嫩的童音絮絮叨叨地说着最近吃了什么，玩了什么。就在我猜测自己跟这个孩子的关系时，这小孩的下一句话直接吓得我睁开了眼睛。他说：“妈妈，你都生病好几天了，怎么还不醒？你不喜欢商商，但是商商好想你，妈妈你快醒醒吧。”妈妈，这小孩叫我妈妈。我唰一下睁开了双眼，只见床边一个大眼小嘴的萌娃正神色惊恐地看着我。还不等我开口说些什么，这小孩一溜烟跑走了。我的老天爷呀！要知道昨晚我才接受了男神的告白，一睁眼孩子都这么大了。小孩跑走后，我立刻拿起手机给发小纪宁打了个电话。也不知道这10年我经历了什么，手机里信息少得可怜，曾经的好友更是在通讯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手机嘟嘟了好几声，纪宁才接电话。找我什么事？声音是我从没听过的冷淡。我挠了挠脸，他高冷的样子让我有些语塞。见我没说话，对面的纪宁反而急了：“姚安安，你说话呀，不是说再也不跟我联系了吗？”好家伙，这10年里我到底干了什么呀？我想了想说道：“宁宁，我知道你高冷，但是你先别高冷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我老公是谁？这才是我当下最关心的。”纪宁沉默了一瞬：“姚安安，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？”10年后的纪宁骂人学会拐弯抹角了。我特么说真的，你是不是没吃药？算了，你在家等着吧，我核酸排队呢，一会去找你。纪宁的语气还挺严肃，难道我不是穿越，是有病？还有核酸又是什么东西？还得排队？我这边刚放下手机，就有一个保姆模样的阿姨来敲门，小心翼翼地问我好点没有，要不要吃些东西。看来我这素未谋面的老公还挺有钱。我点了点头，很快一道道精致的餐点摆到了我的面前。没想到10年后的我居然过上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。我试探性地打探我老公的信息，阿姨神色有些诧异，只说我老公出差了，要下个月才能回来。这是个好消息，等他回来，估计我已经适应现状了。我拿起筷子开始狂炫，还真别说，都是我爱吃的。突然，我余光瞥到门外探头探脑的小孩，想到这可能是我儿子，我眼神一亮，招了招手说道：“那小孩，你过来。”他一激灵，神色怯怯地走到床边。这孩子怎么好像有点怕我？我不会是嫁给有钱人当后妈了吧？我挠了挠头，尽量用亲切的声音问道：“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今年几岁了？”小孩肉嘟嘟的小脸上全是委屈，似乎不理解怎么会有妈妈不记得孩子的名字。妈妈，我叫周玉，小名商商，今年4岁半了。周，看来我果然没能和男神修成正果呀。我继续问道：“商商，我考考你啊，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”我爸爸叫商商。你在这呀，该下楼学习了，别打扰夫人休息。突然出现在门口的阿姨打断了商商的回答。夫人，不好意思，是我没看住商商，我这就带他下楼。阿姨战战兢兢地过来，把商商拉走了。我有些搞不清楚状况，只能点了点头。从我醒来，这个阿姨的态度就很奇怪，好像我是什么洪水猛兽。既然打听不到我老公的名字，我决定自己寻找线索。卧室里装修很豪华，可是没有结婚照，也没有另一个人生活的痕迹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每个月打钱，但是不回家的老公？我走出房门时，才发现这是座2层小洋楼。楼下商商正安静地靠在落地窗边玩拼图，阳光洒落一地，他垂着长长的睫毛，一副乖乖仔的样子，瞬间戳爆了我的萌点。我一个箭步凑过去，吓了他一跳：“儿子啊，玩什么呢？妈妈陪你一起啊。”只见商商小朋友瞪大了眼睛，立刻罚站一样站了起来，诺诺叫了声妈妈。我拉过他，吧唧一下亲在他白皙的小脸上。他摸了摸脸，有些惊喜的样子。
看着他一连串的反应，我大概能猜到10年后的我可能不大喜欢这个孩子。好在商商年纪小，不记仇。我陪他玩了一会，他就快快乐乐地开始跟我分享他的拼图。儿子啊，你只有拼图可以玩吗？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玩具应该很多啊。商商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，说道：妈妈之前嫌别的玩具太吵了，会发脾气。完了，10年后的我是真的有病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是纪宁来了。纪宁进门的时候，我有些没敢认，这还是我那假小子一样的发小吗？他不但留起了长发，还烫了个大波浪，眉眼也勾勒得十分精致。我夸张地瞪大眼睛说道：美女，你谁？纪宁白了我一眼。商商倒是对他很熟悉的样子，直接扑上去叫了声季阿姨。纪宁摸了摸商商的小脑袋，对我说道：走吧，上楼说。我连忙带他回了卧室，在他开口前，抢先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纪宁听完后，皱着眉打量了我一下，发出了灵魂拷问：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穿越了，而不是失忆了？我记得穿越前最后一顿是在学校食堂吃的西红柿炖牛腩，喷香。我记得穿越前2天刚考过试，题目我都记得。要是真失忆，这种细节总不可能记10年吧？纪宁挑了挑眉，还是没说话。他了解我，就像了解自己一样。我不好意思地抿抿唇，说道：好吧，前一天我刚接受了江志的告白。纪宁的嘴角一下耷拉了下来，冷笑了一声，然后噼里啪啦给我讲了这10年发生的事情。原来10年后的我真的有病，躁郁症。而生病的原因则是前男友江志劈腿。纪宁说，江志跟我在一起后，表面对我好，实际一直在暗地里破我。等他发现我不对劲时，我已经没救了。后来江志诬陷纪宁勾引他，脑子不清醒的我直接跟他有劲。而我在27岁那一年被江志抛弃了，他的新女友则是我的大学室友，我承受不住，患上了躁郁症。卧槽，这也太惨了。我抚着额头感叹道，这简直是姚安安悲惨的前半生啊。那我现在的老公，这才是我当下最关心的。纪宁看着我，停顿了一下才说道，是周旭锦。什么？我做梦也没想到10年后我居然嫁给了周旭锦。纪宁和周旭锦可以说是青梅竹马长大的。我们仨小时候家住一栋楼，上的也是同一所学校。周旭锦一直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，长得好，学习好，人品好，扶老奶奶过马路，给老爷爷让座。彼时我年纪小，父母越夸他，我就越烦他。但身为颜狗，我又总是忍不住盯着他看，经常把他看得面红耳赤。等过了小屁孩阶段，情窦初开了，对他吧，也曾有过几分肖想。可喜欢他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我也只能望而却步。即使他对我展现过几分不同，我也只当青梅竹马的情谊，更何况后来他还出国了。现在纪宁跟我说周旭锦娶了我，这种震惊不吝于国足踢进了世界杯。电光石火之间，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。老宁，商商今年4岁半，我和江志是在27岁分手，那商商是？纪宁为难地看了我一眼，说道，当时我们俩绝交了，我也只能从别人嘴里打听你的消息，听说你和周旭锦是被江志捉奸在床的，至于商商，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信息量过于巨大，我 CPU 有点超负荷。也就是说，我可能怀着别人的孩子，嫁给了周旭锦。这个猜想让我眼前一黑。难怪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的生活痕迹，周旭锦应该很嫌弃我吧？既然这样，他又为什么愿意娶我呢？不对啊，明明江志劈腿，我咋还能和周旭锦被他捉奸？这事就算我干得出来，周旭锦他也不是那种人啊。纪宁说，具体过程我不清楚，好像江志先找你分手，但是你死活不同意，然后他就抓住了你和周旭锦，趁机倒打一耙。这剧情太魔幻了，我摸了摸脸说道，我觉得自己现在有种脑干缺失的美丽。纪宁拍了拍我，接受现实吧，姐妹，被破后你就是变成了脑残。不过安安，说句心里话，不管你是失忆也好，穿越也罢，我只有一句话，对商商好点。你和周旭锦的事情我插不上话，但是这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。周旭锦工作忙，1年有半年都不在家。原来你不喜欢商商，根本就不管他。我哭了。
爸爸可能是假爸爸，但妈妈绝对是真妈妈。天使宝贝小商商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感受妈妈炽热的爱吧。我这边刚做好母爱计划清单，没2天，商商小朋友上幼儿园去了。感情之前是在放暑假，本来像商商这种私立幼儿园是可以不放假的，但大多数孩子家境优越，不少家长希望腾出时间带孩子外出游玩。想到商商那天在楼下孤独玩拼图的身影，我心里像吞了颗柠檬，想着过2天一定带商商出去玩。晚上吃饭时，商商坐在椅子上晃荡着小腿，跟我讲在幼儿园的事情。经过几天的相处，他已经没那么怕我了。睡觉时，商商难得提出要跟我一起，他穿着恐龙图案的睡衣，乖乖躺在我身边。妈妈讲故事，我接过书，瞎编道，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白雪王子。听完故事后，商商笑着说道：商商是白雪王子，妈妈是公主，以后商商也要嫁给妈妈。我逗他，可是妈妈有爸爸了，商商不能嫁给妈妈了。没想到我话音刚落，商商的情绪忽然变得很低落。对了，我穿越过来之后，从来没听商商主动提过周旭锦，难道是周旭锦对他不好？于是我试探性地问道：你不喜欢爸爸吗？商商疯狂摇头，我喜欢爸爸，只是他看我的眼神变得有些小心翼翼，意思很明显，不喜欢周旭锦的人是我。这不太可能吧？这天，阿姨送商商上学后，我开始整理杂物，没想到却在杂物间的角落发现了一张结婚照。照片上的我满脸木然，像失了灵魂的木偶，而旁边的周旭锦虽然脸上笑着，眼底却有几分落寞。真难看，我顺手想将照片翻转过去，却听到哐当一声，有个夹在照片后的小盒子掉在了地上。我好奇地打开来看，里面装了商商的出生证，还有我曾经上课传给周旭锦的纸条，以及一封情书，是16岁的周旭锦写给16岁的姚安安的。这一瞬间，我分不清自己心里是什么感受，好像一盘醋溜苦瓜，除了酸苦满嘴都是遗憾。这封情书迟到了整整16年，我呆呆地看了半晌，还是若无其事地将它放回了原位。幼儿园门口，老师们领着一群小豆丁，孩童时期好像都有种特异功能，一眼就能找到人堆里的家长。商商看到我时眼睛一亮，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冲了过来。他仰着头，小脸红扑扑地说道：谢谢妈妈来接我。我的心瞬间软作一团，以后妈妈每天都来接你放学，好不好？那早晨也可以送我吗？我坚定地摇了摇头，儿子啊，妈妈早晨起不来。这时，一个小姑娘跑了过来，看着我问道：阿姨，你是周玉的妈妈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小姑娘打量了我一下，夸赞道：阿姨，你真漂亮。但是你以前怎么从来都不接周玉的？班上的小朋友都说你不喜欢周玉。还没等我说话，商商攥紧了我的衣角，有点生气地说道：你别乱说，妈妈喜欢我的。小姑娘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商商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我急忙安抚了他们。回家后，我看商商情绪有些低落，于是给他买了不少我爱吃的零食，并保证过生日的时候一定送他一份大礼物。商商有些期待地看着我，说道：太好了，爸爸也说会回来。今天刚看到情书，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周旭锦呢，他都要回来了。晚上，我照着母爱清单计划，想着帮商商洗澡，没想到这孩子死活不干。他眨巴着大眼睛，一脸认真地说道：我有小啾啾，妈妈没有，而且我马上就是5岁的大孩子了，可以自己洗。我捏了捏他的小肉手，说道：真的吗？洗发水进到眼睛里会痛痛哦，而且你现在还是4岁半的小孩子。商商小朋友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选择接受他亲妈的帮助，只不过全程红着脸，捂住小啾啾。很快到了商商生日这天，他前所未有的兴奋。可惜天公不作美，才过了中午，天上就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周旭锦是下午的飞机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按时赶回来。于是我把眼巴巴望着窗外的商商叫过来拆礼物。我准备了5份，希望弥补之前对他生日的忽视。商商再懂事也是个小孩子，很快陷入了得到新玩具的喜悦。周旭锦进门的时候，我正和商商开着电动儿童车嘎嘎乐。妈妈该我了，你说了就玩一会儿的。
儿子乖，妈妈再玩一会。听到开门的声音，我俩下意识向门口望去。门外是瓢泼大雨，周旭锦自风雨中而来，身上的西装湿了大半。商商叫了声爸爸，兴奋地跑过去，他却抬眼向我看来。我俩隔空对望，我一时心跳如鼓。就算我没穿越，和周旭锦也快2年没见了。不得不说，他现在戴着眼镜的样子，简直是在我 XP 上跳舞。美男，眼镜，西装湿身，谁懂啊？我回过神，结结巴巴地打招呼。周旭锦却脱了湿掉的外套，直接上前给了我个拥抱。我傻了，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快？他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安安，我回来了。”我忍住揉耳朵的欲望，立刻回报他。夫妻之间的事情怎么能叫占便宜？他疑惑地看了看我，却没有说什么。等我把生日蜡烛点好，周旭锦刚好换了衣服下楼。我挠了挠脸，本来准备唱的生日歌酝酿了半天也没张开嘴。商商敏锐地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他爸爸，然后大声许愿道：“我希望今天晚上能和爸爸妈妈一起睡觉。”我抿着唇，好杂，不愧是你。可周旭锦看了我一眼，对商商说道：“愿望说出来就不灵喽。”他的反应一下浇灭了我的热情。我倒是忘了，商商可能不是他儿子。我一向不是拖拉的性格，趁商商不在的时候，我直接说道：“周旭锦，我们谈谈。”话音刚落，他脸色一沉。我累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明明刚进门时还跟我抱抱，怎么转头摆起了脸色？一会洗澡我就去你屋里把你热水器拔喽。说是第二天谈谈，周旭锦却从那天起就开始躲着我。每天我起床的时候，他已经去上班了。你几点起床？咖啡馆内，季宁狐疑地看着我。我摸了摸鼻子，90点钟起床，那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季宁问我是不是喜欢周旭锦，我掩饰性地喝了口咖啡。当初江志追我，我之所以会同意，是因为他体贴周到，长相帅气，但这种感觉跟对周旭锦是不一样的。季宁翻了个白眼，要我说，这事情还是赖周旭锦，要不是他太闷骚，还特么有那个渣男，什么事啊？说得对，与其责怪自己，不如诋毁他人。我刚要跟季宁继续巴巴，手机突然响了。20分钟后，我出现了幼儿园门口，原因无他，被叫家长了而已。办公室内，商商一脸倔强，另一个小朋友哭得震天响。老师跟我说，是商商先动手把另一个小孩推倒了，小孩手上刮破了一道口子，已经通知对方家长了。我询问缘由，商商委委屈屈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把头埋进我怀里，闷声说道：“他骂妈妈还不道歉，无缘无故，那个小朋友骂我干嘛？”这时，对方的家长也赶来了，大声说道：“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我儿子？”来的是夫妻俩，男的眼神色眯眯地看了我一眼，女的立刻不高兴了，抱起了他儿子就开始输出：“你就是周玉的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是没完。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，还敢欺负我儿子。”我挑挑眉说道：“周玉推他是不对，不过是你儿子先出言不逊的。”对面小孩见有人撑腰了，也不哭了，眼睛咕噜噜一转，张嘴就道：“我没骂人，周玉的妈妈长得好看，就是狐狸精是小三。”小孩子可不懂什么小三，多半是大人说的时候记下了。小朋友，你知道骂人的小孩晚上睡觉会被大灰狼咬掉舌头吗？小孩一下闭了嘴。女人一脸刻薄道：“他还是个孩子，你吓唬他干嘛？我老公可是大公司的总经理，我们家孩子骂你几句又怎么了？”说着他还不屑地扫了我一眼，更何况孩子也没骂错。之前不见人，谁知道是干什么职业的？我学着对方的样子打量了一下他，说道：“真是人丑嘴臭。”我说呢，小孩哪听的这种污言秽语，原来是家里天天有人狗叫。你骂谁是狗？还不等我反应过来，对方就要冲过来扯我怀里的商商。小崽子，过来给我儿子道歉。我侧身一躲，老师眼见形势不对，立刻开始拉架。眼见场面越来越混乱，女人找准时机，一巴掌就想呼我脸上。这时，突然旁边伸出一只手臂，牢牢抓住了女人的手。你们是来解决问题的，还是来打人的？周旭锦皱着眉头，面色难看。刚刚还看热闹般站在一旁的男人瞬间瞪大了眼睛，讪讪道：“周，
周总。他急忙扯过自己的老婆，开始疯狂道歉。周旭锦说，好巧，没想到是陈先生。原来这个所谓大公司的经理，刚好是周旭锦公司最近在接洽的供应商。他生活作风一贯不检点，老婆经常在家骂天骂地，把小孩带歪了。周旭锦一抬手打断了对方，陈先生刚刚可不是这个态度，与其说是来解决问题的，更像是来看热闹。要不是我及时出现，这一巴掌就要打在我爱人脸上了。听说是周玉推了贵公子，那就去医院检查，医药费多少我们赔。但是在此之前，陈先生一家是不是应该向我爱人和儿子道个歉？两人立刻开始点头哈腰。我不喜欢他们在孩子面前这种做派，带着伤伤就出去了。到家后，我想着正好跟周旭锦谈谈，他立刻说，我公司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哪那么容易？我一声令下，周商商冲过去，一把抱住了他爸大腿。周旭锦皱着眉说道，如果是离婚的事，至少别在商商面前说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捉着他就进了房间，转身直接把他壁咚在了门上。他刚才英雄救美的样子，多少有点帅到我了。我抬着头，低声唤他老公周旭锦，眉毛都没有动一下，脸却红得像清蒸大闸蟹。我脸上也辣辣的发烫，轻咳了2声，开始解释穿越的事情。半晌，他说道，虽然有些难以置信，但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从商商生日那天，我就察觉了，还以为你态度缓和是因为……周旭锦声音低了下去，是为了要跟你离婚？看来我之前对你态度很差嘛。所以锦宁说的捉奸在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有商商，商商是我的孩子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至于以前的事情，没有记忆对你来说不是一件坏事。老公，夫妻之间要坦诚相待哦。我说完这句话后，周旭锦掩饰性地推了下眼镜，巴巴全交代了。所以老公这2个字对这个闷骚来说，就相当于芝麻开门吧。据周旭锦的不完全表述，我推测出了真相。江志为了分手把脏水泼给我，直接来了一招仙人跳。商商确实是周旭锦的孩子，我们俩是奉子成婚，只不过我也因此恨上了他，以至于结婚多年，2个人一直是分房睡的。周总，天凉了，让江氏集团破产吧。周旭锦好笑地看了我一眼，说道，当时报警了，但是没找到证据，而且你还矢口否认了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江志这个狗也算是人才了，毕竟他不知不觉挖走了我的脑干，让我变成了脑残。人生黑历史不过如此。我与周旭锦又在房间内闲聊了许久，从童年我敲诈他给我买零食，到我前天做坏了商商的小汽车。商商这个小名是怎么来的？周旭锦目光游移了一下，没有立刻回答我。联想到他的学霸属性，我问道，是浩浩商商横无忌牙吗？他嘴唇动了动，有些羞赧地说道，是汤姆的汤。汤姆。我看了看随意挂在椅子上的汤姆睡衣，没有说话。笨蛋小猫，谁能不爱？那天跟周旭锦聊到最后，我也没好意思说让他搬回主卧。感情的事顺其自然就好，反正是我老公，也跑不了。倒是江志，还没等我找他算账，他就在大学群内发起了同学会的邀请，还特地艾特了我。我看到消息就想冲到卫生间去扇自己2个耳光。姚安安啊，姚安安，你当年怎么就被这么坨屎糊住了眼睛呢？早知道会这样，还不如小时候狂追周旭锦了。同学会我当然要去，但是不打算单刀赴会。我把事情直接告诉了周旭锦，他问我怎么想，我说先去摸摸底，然后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周总，请务必给你的老婆把场面撑起来。周旭锦挑了挑眉，没有说话。同学聚会这天，我本打算和周旭锦去就回，可碰巧阿姨请假，只能把商商也带着。想来当年我和江志的事情，不少人都听说了，怕他们口无遮拦，我让周旭锦先留在车里陪着商商。果然，我一露面，不少同学就凑到我身边搭话，有安慰的，有奚落的。我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明明不久前才见过他们朝气蓬勃的样子，现在已经满身是块。托他们的大嘴巴，我也得知了江志的一些情况。原来我大学室友是靠着家里拆迁了几套房，撬走了他，而他现在自己开了家公司，听说运营的还不错。闹腾着没一会，
江志和他老婆就到了。看着他现在的样子，我就2个字：庆幸。瞅瞅那后移的发际线，突出的肚腩，还有如发面馒头般肿胀的脸，哪里还有半点当年校园男神的样子？就这，他也好意思艾特我？安安，5年不见，还是这么漂亮。江志装模作样的过来和我搭话，我假笑不语，转头就躲进了卫生间，打电话让周旭锦上来接我。什么攀比打脸，我兴致全无。电话对面，周旭锦低笑了一声说：“马上来。”我刚走出卫生间，被靠在墙边的一坨黑影吓了一跳。这时黑影出声了：“安安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”原来是江志，我还以为谁把大衣柜搬厕所门口了。他见我不说话，甚至想上前拉我的手，我恨不得原地起跳，蹦出去2里地。别过来！我对瞅过敏。江志面容扭曲了一瞬，又很快恢复。安安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我当年也是迫不得已，我急忙摆手打断了他的话，原地给他鞠了3个躬，谢他当年不娶之恩，真的恩同再造，然后急忙逃回了聚会现场。刚在沙发上坐定，江志就追了过来。这时嘈杂的现场出现了一瞬的寂静，然后是窃窃私语的声音：“这是我们同学，大帅哥呀，当年我们学校有这么1号人吗？我去，就算当年的江志跟他比，也逊色3分啊。”我循声望去，是周旭锦来了。我松了口气，赶紧过去挽住了他的手臂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。因为商商还在车上等我们，我和周旭锦略做作就撤了。看着江志和周旭锦站在一起像2辈人的样子，我感叹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意难平。下楼的时候，周旭锦打趣地问我，安排好的打脸剧情取消了吗？我装作不胜酒力，轻轻把头靠在他肩膀上，低声说道：“已经赢了呀。”夏夜的晚风总是很温柔，我提议干脆把车放在这，一家3口散散步。于是昏黄的路灯下，商商蹦蹦跳跳的大声唱着爱你孤身走暗巷。我看着身边的周旭锦，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。他眼神亮亮的转头看我，表情和商商如出一辙。我笑着挽住他的手臂，指着前面的公共电动车说道：“老公，我走累了，我们坐那个回家吧。”他刚刚还温柔如水的表情瞬间变得一言难尽，看了眼我身上穿着的小裙裙，问道：“你确定？”我眨眨眼。周旭锦一脸真拿你没办法的表情，脱下西装外套系在了我腰上，然后他穿着衬衫，前面带着商商，后面带着我，骑上了电动车。商商从来没坐过电动车，风中全是他快乐的笑声。结果没出2里地，我们一家被交警拦下，因为电动车载人被罚款20元。最后还是打车回的家。后来又过了许久，我再一次见到了江志。彼时我正带着商商溜达到街上吃小吃，不知不觉被街角飘香的炸臭豆腐所吸引。我扫了码，才发现推小推车卖臭豆腐的是江志。他也认出了我，苦着脸絮絮叨叨跟我说公司税务出了问题，客户跑了大半，最后财务直接卷走了他的剩余资金。他关了公司，却负债累累。末了，这狗东西居然还想破我，可惜他早没了当年的资本。我强忍着恶心说道：“你放心，等我回去一定帮你想办法。”等我走远后，直接一个电话：“你好，我举报这里有人无照经营。”看着江志被城管没收了小车，我流下了难过的泪水。好可惜我的臭豆腐，又带商商来吃垃圾食品。正当我和商商躲在人堆里看热闹的时候，被赶来的周旭锦抓了个正着。我嘿嘿一笑：“没吃，我们就是看热闹。”商商也连声附和我：“对的，对的，我和妈妈没吃炸串、烤冷面、章鱼小丸子。”商商这孩子打小就聪明。周旭锦无奈地看了我们一眼，说道：“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，外面不干净。”我边点头边点菜。华灯初上，一家3口慢慢向家走去。番外穿回去了前一秒，我还窝在周旭锦怀里张罗着要生2胎，下一秒一睁眼回宿舍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还接了个 morning call：“ 安安宝贝，快起床了，你的亲男友还饿着肚子在楼下等你呢。”我一激灵，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。这个某汉附体的有男是谁啊？想起来了，是渣男江志。只要一想到他10年后那副尊容，我就3天吃不下饭。于是我火速冲下楼，众目睽睽之下把他给甩了。
然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周旭锦。电话响了半天，他才接起，声音低哑的喂了一声后就不再说话。想到我昨晚才跟江志官宣，我清了清嗓子问道：周旭锦，一望可相见，一不如众称。你今早发这条 PYQ 是什么意思？周旭锦呼吸一滞，没有说话。我翻了个白眼，闷骚男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什么都不要问，你只要回答我，要不要跟我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？姚安安，我喜欢你，一直都是。所以情书为什么没送到我手上？你知道？10年后知道的。因为那天我听见你在教室里跟人说，这辈子才不会喜欢周旭锦。一生唯一一次的傲娇，竟然让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。周旭锦，其实我是从10年后穿越过来的，说来你可能不信，10年后我们都结婚了。是的，我们还有一个孩子。我这一记直球，直接打得周旭锦连夜从大洋彼岸飞了回来，不但又郑重其事地跟我表白了一遍，还火速跟我跑回家吃饭。于是在毕业后的1年，我和周旭锦结婚了，还拍了好看的婚纱照。锦宁当我伴娘的时候直夸我牛波一。婚后我和周旭锦各自打拼，并没有急着要孩子，直到我27岁那年。就是今天吗？周旭锦在我耳边低声问道。我搂着他的脖子，迷迷糊糊回答，商商的生日是今天。周旭锦愣了一下，脸上汗珠滚落。安安，1年有12个月。我试图用已经融化的脑子理解他这句话。怀孕要10个月。他摸了摸我的头，说道，所以应该是2个月以后。12个月后，我终于顺利生下一个可爱的宝宝。周旭锦给他取名周玉。跨越时间的长河，在科学无法解释的奇迹之中，一次又一次与你相遇。